格斗冠军竟被扫地攻泼冷水，而且对方还是残废的瘸子。可财主却一眼认出对方竟是前格斗之王博伊卡。典狱长并不知情，格斗冠军也被蒙在鼓里。狱警们正要押走博伊卡，财主却向典狱长求情，不如就让这个瘸子打一场吧。于是典狱长给了博伊卡一次机会。当博伊卡脱下衣服，竟展现出非比寻常的格斗体格。博伊卡在10年前的比赛中被世界拳击冠军折断了一条腿，为了重新站上擂台，博伊卡在这10年间每天12小时在厕所拖地，但却在背地里偷偷修炼自己的废腿。起初他连站都站不稳，但在刻苦的训练下，博伊卡的腿渐渐恢复了力量。见时机成熟，他削去自己的长发，然后泼了冠军一桶冷水，并公开要挑战他。冠军已经迫不及待要杀了博伊卡，观众们也等着看博伊卡的笑话。虽然博伊卡很久没上过擂台，但几下闪躲就让冠军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博伊卡也不想和他纠缠，一套组合拳就将对方打得神志不清，然后凌空一脚将对方踹下擂台。典狱长想不到这个清洁工居然是本狱扫地僧，财主更没想到当年的格斗之王博伊卡回来，而且战斗力根本不减当年。整个监狱都响彻博伊卡的名字，于是博伊卡被安排到更大的赛事，他被押送到另一所监狱，而聚集在这里的都是绝顶高手，他们一致站在一排，他们要参加国际监狱格斗赛事，第1名可以获得自由之身，但他们其实都是待宰的羔羊，因为有条隐藏规则他们并不知道，输的人并不会返回原来的监狱，而是带到一处角落执行死刑。这是监狱里待遇最好的犯人，别人只有打沙包的份，他却有专职陪练，因为极其凶狠的打法，他被冠为死神的名号，所有资本家把钱都压在他身上。赛场上，对手发出咒语般的攻势，他却背身去和观众互动，甚至站着给对手打，他都感觉不痛不痒。其实是时候表演了，他利用诡异的步伐迷惑对手，然后施展720度回旋踢，对手瞬间倒下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但资本家们却慌了，因为看到前格斗之王博伊卡的战斗，他们认为博伊卡有打败死神的风险。实力强劲的还有一位黑人，虽然一开始被对手压制，但他一改往日的打法，看似防守的姿势，但防守的同时却带着肘部进攻，很快对手就陷入了被动。黑人一记重拳将其打倒。而这些战败的拳手会有什么下场？合同上明明写着会遣回自己的国家，但却被带到一处角落，全部执行枪决。为了削弱其他拳手，典狱长安排他们去做苦力，而死神却在一旁吹风乘凉。为了引起注意，博伊卡和黑人故意打了起来。他们都被关进了小黑屋，因此也获得和委托人见面的机会。他们把自己被迫做苦力的事抖了出来。委托人们不满意了，跑去和典狱长理论，典狱长却说让他们把钱全部压在死神身上，保证稳赚不赔。其余选手他们会私下进行削弱和打压，他们只能天天来工地累死累活，甚至只能吃一些黏糊糊的东西。训练时间也变成了每天1小时。看到两人不仅没有失去斗志，典狱长打起了坏心思。他们被剥夺吃早饭的权利，一大早就被押去做苦力，但他们并没有屈服，反而把苦力当成了训练，甚至扔石头都要反着扔，只为了增加难度。第2轮比赛开始了，博伊卡依然2、3下就干掉对手，高层们慌了，因为博伊卡的实力太过强大了，就连黑人的实力也能威胁死神，这会加大输钱的风险。就在黑人要和死神决斗的前1夜，典狱长却动起了私刑。男人在门外听见了呻吟声，他走过去查看，竟发现好兄弟被人打成重伤，全身都是血。此时博伊卡积压着愤怒，势必要为兄弟报仇。此时死神却跑来挑衅博伊卡，这让博伊卡的愤怒瞬间到达了顶点。死神并不知道博伊卡曾经是监狱里的格斗之王，他碰的可是硬茬。这天博伊卡发现好兄弟的伤势已经无法和死神对决了，训练不到5分钟，他就累得拳头发软。博伊卡知道如果不帮兄弟，兄弟是必死无疑。在工地上，博伊卡决定砸断脚铐帮兄弟越狱，这是兄弟唯一能活命的机会。就在狱警去解决小便时，博伊卡一遍遍敲击铁链。这时狱警发现2人的行为，召集了所有狱警来，可狱警哪里是博伊卡的对手？博伊卡一脚一个狱警，然后拿着狱警的钥匙解开脚铐。好兄弟在其他人的帮助下逃了出去，博伊卡被带到了牢房，因为黑人逃走了，所以他还不能死。博伊卡将直接和死神争夺冠军，但他的委托人却临时改变主意，将钱全部都压在死神身上，并扬言你是不可能打败死神的，因为你只是个瘸子。博伊卡愤怒了，他一定会打败死神，让你们的钱全部赔光。比赛当天，全世界的焦点都在2人身上。博伊卡状态全满，上来就发起狂风暴雨的攻势，但总是被死神巧妙躲过。2人攻防一体的战斗，暂时分不清谁高谁低。此时死神看到财主慌了，那他也要动起真格了。此时博伊卡已经神志不清，他深知处境非常危险，接着发出更强大的攻势。可惜博伊卡被抓住了伤腿，膝盖再一次被重创。此时博伊卡的腿用不了了，一下子落入了下风。死神还不断进攻他的右腿，一记回旋踢将博伊卡踢下了擂台。
此时战斗已经没有了悬念，裁判也开始读秒。他却看向拖把，想起曾经在厕所拖地的日子。当他再一次站起来时，曾经的格斗之王回来了。死神一看，他居然用拖把布包扎了膝盖。此时博伊卡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，一脚将死神踢倒。死神想攻击他的膝盖，反而成了博伊卡反击的机会，然后一脚踢傻死神。最后死神使出最强大的回旋踢，却被博伊卡抓住机会，踢断了死神的骨头。胜负已分，博伊卡指向委托人，仿佛在告诉他错误的选择。此时高层的钱全部输得精光，典狱长为了报复，打算枪毙博伊卡，却不料反被一枪爆头。原来是好兄弟来救他。他们上了一辆车，委托人还送了博伊卡一箱钱。原来委托人押的不是死神，因为他知道博伊卡一旦生气，比赛就不可能会输。博伊卡拿着100万，从此恢复了自由之身。